巴赫穆特之战，在美国巨大压力下，乌克兰人正在流干最后一滴血。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传 Talk。虽然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我们都在调侃说拜登在乌克兰人流干最后一滴血之前绝不会让步。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随着拜登国内政治压力加大，为了尽快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这句调侃真的正在成为现实。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在美国压力下的俄乌冲突。日前，我国的《环球时报》注意到尽管外界一度观测到乌克兰和俄罗斯从去年冬季就在准备今年春季攻势的动作，但到现在这些攻势也迟迟没有到来。原本就一直处于激烈争夺的巴赫穆特，如今依旧是双方争夺的焦点。2月26号，俄罗斯媒体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曾经披露过，在2月下旬，俄军一度攻入到巴赫穆特城区中心位置，部分乌军也开始撤离了。为了延缓俄罗斯的攻势乌克兰炸毁了巴赫穆特的一座水坝，以争取更多的撤退时间。很明显这个安排就已经代表了乌克兰想放弃巴赫穆特，乃至放弃整个顿涅茨克地区的打算。但是随着拜登访问基辅和泽连斯基展开密会之后乌军突然开始反扑了，再次将巴赫穆特战场打成了绞肉机。这可不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自吹自擂美国暗中组建了抗俄援乌的黑水公司。原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奥芬贝克在接受采访时透露战况非常激烈，乌军这边的指挥官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训练没多久的士兵也被投入到战场上，乌军前线的预期存活寿命仅只有4个小时。当然了，在如此激烈的攻防战里，俄军出现了多少伤亡，俄方没有透露。整体来看，俄军这边的战损恐怕也不太乐观。美国评论认为，似乎俄军的打法是俄式传统的添油战术，通过加大对巴赫穆特的压力，寻求破城之法。对普京来说巴赫穆特对俄罗斯战略意义重大，一旦拿下了巴赫穆特，就打通了通往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最后的堡垒斯拉维扬斯克的道路。我们都知道，政治仗不好打，巨大的内部政治压力很容易导致犯错，战场上的错误更是凶险万分。乌克兰现在就是在打政治仗，为了完成拜登的政治目标，未来乌克兰在巴赫穆特会越发拼命。2月26号，泽连斯基签署了总统令，解除乌克兰前线总指挥莫斯卡利科夫的职务，连理由都没有说。坦率地说现在乌克兰高层内部真的像在将乌克兰最后的一滴血榨干。这个事情放在几个月之前，可能不会有太多人关注，顶多以为是内部的权力斗争。可事到如今在美国已经开始强行要乌克兰交成绩的背景下，前线总指挥换人，这就让事情显得十分微妙了。要么是乌军前线没能打开局面，泽连斯基要做出调整以平息拜登的怒火，要么就是在准备让背后的北约来亲自参与战场指挥，策划未来的大规模进攻计划。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对乌克兰的未来都不会是一个好消息。好，各位，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